所有比亚迪车主和要买比亚迪，包括腾势、方程豹的，我告诉你们，买比亚迪是什么下场？踩到底了，都只有20几千瓦，看嘛，80码都上不去，还有47%的电，看嘛，踩到底，只有20几千瓦。我这台比亚迪汉 EV 买来开了3年8万公里，然后我拖到 4S 店检测，说我电池已经衰减了30%。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衰减那个差不多在28%、9%那个样子的，应该算得出来。但厂家不给换，说要衰减超过40%才免费换。我当时问售后说不是20%就给换吗？他说现在厂家政策改成40%了。我们也给厂家们传了数据，衰减已经超过20了呀，20%了呀。就是有20了，但是那个车说是2年以前的标准，他们说是要达到40%以上才会算异常衰减来的。我现在一上高速就失速，开一会儿公里就限制28千瓦，上坡油门踩到底连90码都保不住啊！我都不敢想象衰减40%是什么样子。而且我这是 EV 旗舰版，作为高价支持第一批比亚迪汉的铁粉，我现在真的想给自己一个耳光。之前有很多博主还在说比亚迪刀片电池各种缺陷的时候，我还觉得他们都是黑子，如今看来是我太天真了。如果你也信了之前比亚迪宣传的这个刀片电池和给的免费换电池的承诺，我只想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车主用车真实感受，买了这个豹8回来之后，这个 OTA 推送太慢了，一直都没得推送过，等于买了一个半成品回来。硬件上是没有问题，但是软件上很多东西都还不能用，比如说像那个后视镜那个盲区预警，还有那个智能驾驶啊、智能泊车啊等等啊，这些都不能使用。很多那种什么车道偏离预警啊，这些都使用不了，主动刹车也用不了，很多这种智能上的东西现在还目前用不了。我们买了个车回来之后还要盼这个 OTA 推送希望这个方程豹官方早一点推送给我们吧，因为买了个半成品回来是吧？那扔个月了，提车都差不多1个月了，都还没得使用这些东西这应该是跟华为学的，毕竟这款豹8宣传的卖点除了暴力模式，还有华为遥遥领先的智驾。只不过现在没有推送，明显是一个早场。这种情况也只有中国车企才做得出来。我们的社会真的病了，再这样发展下去，不用特朗普去制裁，也不用打贸易战，我们自己就把自己都玩死了。现在所有的行业呢，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就是比谁更卷，比谁更没有底线。钱掏了款，贷了房子却没有了，你每个月还得按时还房贷，去找谁说理？红薯粉里可以没有红薯，羽绒服里也可以没有绒，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制造。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虚假的宣传来制造卖点，用低价去抢占市场，再用假冒伪劣和耍无赖来收割我们消费者。羽绒服是给孩子穿的，里面填充的却是狗毛猪毛，换作是你的，你会不会心痛？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这种现象，汽车行业呢也是如此。新车空调喷铝粉，却告诉你可以治胃病，能不能接受？给国外用的是高压油箱，给自己人用的却是常压油箱。大清已经灭亡112年了，却还如此的区别对待。最可悲的是，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承诺的是3电终身质保。给客户更换的却是返厂修复过的翻新电池，还美其名曰根据电池衰减来匹配电池容量极限，大面积的压榨供应商单方面降价，态度傲慢却被说成单独给外资企业降价，并且把毛利润混淆成净利润来洗涤，后又被特斯拉爆出与国内新能源车企的账期对比300天的结账周期。你最终拿到的还可能是一张6个月的承兑汇票，请问如此压榨供应商的质量如何保证？最后连央视财经频道都站出来发声，中青网也参与了报道，一味的要求供应商降价，可能导致质量的把控不足，导致故障率上升，导致消费者的售后维修成本上升。当一个企业把自己塑造成信仰，它就失去了为用户服务的初衷，只看眼前利益，靠低价来疯狂扩张，它的目的是否为了资本市场的套利？当企业失去了底线原则，受伤的终究是我们老百姓。
我把强行实现变道加塞我的大货车给举报了，没想到这评论区也炸了锅啊！你看他们都怎么评论的？这种方法不提倡，纯属小人行为，损人不利己。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没有过错和被骂的时候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格局应该放开一点。你爽了，人家货车是要生存的，哪有人不犯错的？真没必要这样。开大货车挣钱不容易，没必要举报。踩刹车的事情大家都不容易，你举报完了，可能就差这3分，人家饭碗丢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你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为何过多的去惩罚于别人？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我是认同的，但是你们知道当时发生的场景是怎么样的吗？我是在最左边一个直行车道，后面排队排得非常长，而这台大货车就是不排队从旁边突然之间加塞进来的。因为是广角摄像头，所以说你们在视觉当中看出来好像离我没有很近，但是由于它这个集装箱是已经伸出它车身位置的，当时它插进来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给我留余地和空间，它的集装箱就已经在我的引擎盖上方了，我已经钻到车底下去了。减速的同时我朝右边打了把方向，如果说我不朝右边打这个方向，一定是撞上的。你看到我右边还有一台车，我和他发生了事故，他拍拍屁股走人了，你们就是觉得合适了吗？这台大货车过了这个十字路口，我又跟了一段路，他基本上在市区是一路狂飙，这种行为难道我还不值得举报他吗？还有一些说这个车道是可以变道的，我觉得你真的好好去回去再重新学一下驾照，这是虚线吗？这叫鱼骨线，这个是可变车道。你看上方它是有一个蓝色的可变车道的指示灯的，而当时这个指示灯是左转车道，他如果说没有做危险行为干预到我，强行加塞，哪怕给我留一点余地，我也都不会去举报他。有人看到了说我举报的视频有这么多，就断定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好事的人。我上面举报的这个人是怎么个情况啊？我在这个车道正常行驶，这台车这样变道，我减速避让，避让到这个车道还不行，他还要到这个车道，我就差一点转到旁边公交车道了。要不是我右后方有台公交车，我可能就转进去了。我还好看了一下后视镜。我就问你，像这种逆行压双黄线又连变2个车道，干扰到你正常行驶的，你会不会举报他？每个人是都会犯错，我也会犯错啊，我就自曝一下。那前2天我开车拿了一下手机，该处罚的处罚，该认错的认错，我认了。怎么一放到网上去就来了那么多菩萨？你看今天早上我拍到的这个，我就不会去举报他呀。双黄线这哥们儿逆行超车，对不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像这种人我就不会去举报他，因为他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驾驶安全，自有老天爷会收拾他的。宽容是有度的，你的违规违法直接影响到我的驾驶安全了，对不起，搁我眼里我就是容不进沙子的。这真的很奇葩了，国内有些人的思维和做法确实与众不同。就像视频中有人用一头驴和一辆丰田汉兰达比赛拔河，在一群人的笑声中，汉兰达遗憾落败，被一头小毛驴拉走了。还好丰田在国内没有搞什么500万警告，按遥遥领先的方式，在场所有人估计都会收到一份律师函。就在昨天，比亚迪在工信部网站上申报了多款车型，这里面有一个很奇葩的变化，就是所有的新车都可以选配无人机了。图片中可以看到，车顶都有一个大包用来装无人机。不知道是不是比亚迪老总最近不怎么做梦了，没梦到新的技术方向，只梦到了无人机。有网友就表示，车载无人机就是一个纯意淫加自卫的一个选配，谁会要在车上用无人机？假如真的要去越野或者航拍，或者我有这个需求的，我买一个无人机，我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我直接用，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它不能用了还是怎么样？车载无人机它到底在什么场景下它能用啊？你比如说找车位，我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个，还是找路，不是这个，我觉得真的太抽象了。这个场景，首先中国没有那么多那种露天的停车场，对吧？就是90%的都是在地下的，对不对？露天停车场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就是很大一片的。它到底有什么用？然后找路嘛，那种纯越野的，但是越野的老炮的话，具体路线肯定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虽然只是选配，估计大概率是为发布会上吹牛逼使用的，给车增加那么一点科技感。纯的自以为是，无人机现在已经和手机差不多了，更新速度非常快，估计车出来以后，无人机已经是老白菜帮子了。同时，在昨天，小米官宣首款 SUV 车型 YU7 将在明年6月份发布，8点钟发微博，10点钟上热搜。小米对于对流量的把握，那真的是一绝。外观上和特斯拉的策略一样，直接拉高把小米 SU7 变 SUV。有网友表示，小米 YU7 呢必将是明年最重磅的车型，抢购那是必然。
谁也无法抗拒转手就挣钱的诱惑。参考小米 SU7，3万起上涨，小米 SU7就创造了一个销售奇迹。无法想象一个跨界造车新势力的第一款车，在销量上就能和特斯拉的 Model 3不相上下，这还是在产能不足的情况下。SU7 目前提车呢，依旧要等3-4个月。要知道，这是最难卖的纯电轿车。而 YU7 大概率是和 SU7 同平台 ，V6 和 V6S 两款动力还是冲着特斯拉去的。对标 Model Y， 定价呢应该在23到33万，比特斯拉便宜2万，但是在配置上、性能上能给到你更多。再加上这个心有灵犀又高端的法拉米外观，想不爆呢都难呀。参考 Model 3和 Model Y 的销量比例啊。10月份呢 ，SU7 是卖了23156辆 ，YU 7月销4万辆，应该不是问题。凭借2辆车登顶造车新势力销冠，对小米来说就是个产能问题。YU7 的交付时间呢，应该取决于小米27工厂的建设进度，7月份才进的地快，10月份主体结构就封顶。全面投产预计最早也得在明年的6到7月份，从时间上算也差不多。小米 SU7 的现在看已经非常成功了，除了庞大的米粉基础之外，从别的侧面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网友都喊雷总做卫生巾，不喊华为和比亚迪呢？你信不信华为50块的卫生巾卖你200，然后告诉你研发费150，而且还得喊一句遥遥领先？你信不信比亚迪通过压榨供应商和员工，把50块的卫生巾卖你30，还能赚20，然后还舔着脸说不赚钱？这就是为什么好好造车的自主品牌可能只有小米的原因。都知道现在造电动车有钱，会吹牛逼就行，但深知在风口上猪都能飞的雷总仍然坚持3年磨一剑。再反观那些1年出几款、1年换几代的，而且以雷总的营销能力，完全可以选择为传统车企赋能，帮助车企造好车。第一款车为了迎合市场，完全可以选择和其他车企一样的投机取巧的方式，选择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大空间奶爸车，选择技术更简单、接受度更高的增程混动，完全可以像其他友商一样对标吊打，碾压特斯拉。当然，现在评价小米的造车水平还为时尚早，只能说全凭同行衬托了。西方有很多国家嘲笑我们，西方有很多媒体怼我们，等着看我们的笑话，纷纷抛出这样的问题来质疑我们。中国还搞什么依法治国，还什么全面依法治国？来，中国你说你党大还法大？来吧，你看抛出这样的问题来为难我们。你不要看这个问题啊，那一年的考研政治马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考虑到大题论述题去谈这个问题，党大还法大？你会回答吗？我们当年好多同学坐在考场上拍着脑袋就写党大还法大。我觉得党大一点死定了，同学们，0分，重大政治错误。你怎么能说党比法大呢？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一些同学摸着另外一边脑袋就想，要不然法大一点了，死定了，也是0分，重大政治错误。你居然说法比党大，你这又违背了我国党的领导的原则。那要怎么回答？你看答案就在这里。他们没有谁大的问题，在中国没有什么党大法大这个问题。你去回答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你不懂中特，你陷入了西方语境，你陷入了西方思维。人家问你党大法大，你真的挑一个回答他，你这不就陷入了他的语境，他的思维吗？在中国，按我中特思维来回答，我们没有什么党大法大的问题。在中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他们不冲突，他们也不矛盾。